各位老铁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胖僧。今天咱们不聊风花雪月，也不谈家长里短，我想和大家掏心窝子的聊聊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韦东奕事件。当那个4秒的视频在全网炸开锅，韦神那一口被岁月侵蚀的牙齿，真的就像一面镜子，照出了太多我们不愿直视的问题。不仅仅是天才的健康，更是一场教育的反思，一场关于成才与成人的灵魂拷问。说实话，看到韦神受削的身影，我这心里就像被一块大石头堵着，沉甸甸的。北大回应说，韦神有牙周问题，学校和学院会积极治疗，这当然是好事，是温暖的关怀。可我总觉得这事儿远不止牙周炎那么简单，它揭开了一个更深层次的伤疤。我们都在追逐天才的荣光，渴望孩子能像韦神一样一路开挂，金榜题名，好像只要成绩好，一切都能被原谅，所有缺陷都能被掩盖。但大家有没有想过，上苍是公平的，他不会把所有的好牌都发给一个人，他给你一样惊人的天赋，往往会顺手拿走你另一样东西，以此来维持那微妙的平衡。我常说，每个孩子都是带着说明书出场的，只是我们做父母的常常只盯着那耀眼的优点标签，却对那些看似缺点的特质视而不见。你看，有些孩子从小活泼好动，脑子转得飞快，可就是坐不住，定力像风筝一样飘忽不定。而另一些孩子呢，他们安静沉稳，不爱社交，但一旦钻研起来，那股子专注劲儿能把石头都焐热。还有些孩子，他们共情能力爆棚，能敏锐地捕捉到大人的情绪，乖巧的让人心疼。可这种过度的体谅，有时也会变成一种内在的消耗，让他们深陷愧疚的泥潭。而那些大大咧咧、没心没肺的孩子，你以为他们粗枝大叶，可恰恰是这种强大的钝感力，给了他们一颗无畏的心，能勇敢地闯荡江湖。这不就是小孩的真相吗？哪有什么完美的小孩，只有优点和缺点交织，瑕疵和光芒并存的生命体。就像我们大人一样，谁又敢说自己是完美的呢？我们做父母的，谁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是韦神那样的天才少年，成绩拔尖，一路鲜花掌声，两耳不闻窗外事，一心只读圣贤书。可这种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代价，往往就是生活技能的缺失，甚至是身心健康的双重折磨。你看莫扎特、梵高、图灵，这些名字在历史长河中闪耀，他们的才华像星辰一样璀璨，可他们的人生轨迹却常常被健康问题和孤独的阴影所笼罩，甚至英年早逝。这不就是天才的悲剧吗？而我们这些平凡人家的孩子，虽然没有那耀眼的天赋光环，却自带一种烟火气的福报。上苍没有恩赐我们一个天才小孩，也许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孩子能在人间好好生活，感受那些琐碎而具体的幸福。这2年面对高考，我真的不敢再说什么大话了。以前总觉得高考就是人生的分水岭，金榜题名就等于光明人生。可现在我越来越清晰地看到，人生是一个容错率极高的混沌系统。当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走出象牙塔，却发现社会这所大学给他们的不是鲜花和掌声，而是实实在在的毒打，甚至要脱下那象征着知识分子的长衫，去工厂里做一颗小小的螺丝钉，难逃加班过劳的宿命。我们真的还能一味地拔高高考的意义，把高考胜利和光明人生画上等号吗？韦神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，他那么优秀，那么聪慧，却在过度劳累和自我忽视中陷入了健康困境。这难道不是一个警钟吗？健康有质量的活着，不仅仅是对自己的尊重，更是对身边人的责任啊！我真想冲着那些卷生卷死，把休息当成羞耻，永远奋斗的中国父母喊话，是时候给自己和孩子松绑了。那些所谓的荣耀和名利，他们就像脆弱的过眼云烟，转瞬即逝。只有健康和内心的自洽，才是生命中最强韧的纹理，能抵御所有的风霜雨雪，
昨天我的文章发出去之后，有朋友留言说，像韦神这样的天才，组织就该强行给他配个老婆，让他过上正常人的生活。我当时就愣住了。且不说现在是婚恋自由的时代，女人是随意调配的物品吗？凭什么被拿来配来配去？婚姻制度的诞生，最初是为了维护财产利益和血脉纯正，可现代文明社会的婚姻，最起码也得两厢情愿吧，否则那围城里住着的就不是家，而是孤岛了。不爱、忽视、冷漠、窒息，这些东西才是真正能把人杀死的东西。韦神的健康问题，症结绝对不在于他没有老婆，他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，他当然需要家人和组织的关怀，但更重要的是，他要对自己负责啊。一个人如果自己不把健康放在心上，就算身边有再亲近的伴侣，也很难强行改变他的因果。由此我又想到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，为什么我们很多孩子在成长过程中会对自己的健康和生命如此漠然？我思来想去，觉得根源在于我们的教育，我们的家庭常常把孩子当做一个实现我们期待的工具，他们的周末，他们的课间10分钟，甚至连玩耍的时间都被家长和老师压榨殆尽，恨不得1分钟掰成2半用。当一个孩子长久的被当成工具使用，他们就会在习得性无助中渐渐忽略身体发出的呐喊，无视生命健康的重要性。甚至有些孩子在破罐子破摔的心态下，会故意让自己生病，以此来获得关注，或是寻求一种解脱。一个孩子能够深爱自己、珍重自己的前提，是他曾被无条件的深爱过啊。如果他感受到的只是无休止的索取和压榨，他又怎么会懂得爱惜自己呢？人生真是一场均值回归。特别是看了18岁抑郁自杀的史学奇才林嘉文，抑郁后出家的第一神童宁波，出家又还俗的北大才子柳智宇，还有今天韦神的故事之后，我更坚信这一点，不仅仅是才华和天赋会均值回归，健康和运气也一样。这2年，我们没少在新闻上看到那些优秀青年、才俊盛年离世的噩耗，也没少亲身经历身边那些系统标兵、单位劳模、优秀骨干因病离开的悲剧。这些悲剧就像人间的一本本清醒录，用一个个极端的个案，一遍又一遍地讲述着同一个真相。我们此生拥有的一切，不管是肉身的器官，还是内在的能量，它们都不是无穷无尽的，它们都有自己的寿命。所以对自己好一点，慢慢的去使用自己，这才是真正的大智慧啊。我刷短视频的时候，看到那些忍不住拍各种段子炫耀自家小孩天资聪慧的父母，心里总会生出一种说不出的悲悯。而当我看到那些总是抱怨自家小孩愚笨迟钝的父母时，我也忍不住在内心为他们送上鼓励。上天不生无用之物，每一个小孩都是带着自己独特的干粮降临人世的天使，所以好好爱眼前这个普普通通的小人儿吧，他一定会找到属于自己的麦田，找到属于自己的黄金。就像那句话说的，大自然从不匆忙，而一切都会自然完成。咱们共勉，也希望大家都能从韦神的故事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思考和答案，别再被那些表面的光鲜蒙蔽了双眼。真正的幸福藏在那些最不起眼的地方，藏在每一个健康的呼吸里，藏在每一次发自内心的微笑里。今天这个话题我就暂时说这么多，如果您有不同的看法或者建议，记得留言告诉我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我是胖僧，谢谢大家。